不好意思，麻烦等一下。好的，这边呢，我们来采访一下他们公司的人嘛，看一下他们都有什么技术。可以是吗？好的，那请您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公司一些信息，还有您个人的，可以吗？大家好，我叫 Jerry， 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姓袁，叫 Jerry 袁，然后我现在呢生活在新西兰，然后呢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合伙人一起 Aaron McDonald 先生一起创立了现在的这个公司，然后呢在我们今年7月份，也就是下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满2年了。对，然后呢，我们公司呢现在主要做的一个项目呢，我们叫它 Sense CENNZ， 对 Sense 的一个项目，我们立志打造的是什么呢？如果大家了解的话，就是苹果应用商店跟这种谷歌的这种应用商店，现在就是一种中心化的应用商店。我们项目立志于打造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应用商店，大家可以理解成是去中心化的这种苹果的应用商店。然后呢，有很多的开发者，然后或者是机构开发者，是公司也好，个人开发者也好，他们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利用我们提供的工具来开发他们想要的这个区块链的一个应用。对，如果具体来看的话呢，为我们提供了哪些便利？便利，这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项目的一个实际发展的情况了。我喜欢用什么来解释我们的项目呢？就相当于是我们是一个大型的地产开发商。我们买了一大片地下来，然后呢，我们把规划做好，然后做到水电三通都到位，然后所有的人如果开发者的话，他就像一个盖房子的人一样，他想盖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的水电已经做好了，基础工具都已经提供好了，上层的建筑呢就按照他们个人的需求跟商业的需求去进行一个打造。然后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最底层呢就相当于是我们提供的基础的服务，就相当于盖房的一个基础了。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公链技术叫 Plug， 是我们这个最底层的一个公链技术。然后呢，所有的这种应用的一个建设都是基于 Plug 的这套协议。然后在 Plug 上面呢，目前我们现在提供的是6种最基础的开发工具。我还是用这种盖房子来举例吧，就相当于是，这是我们基础打好了，上面我们摆好了螺丝啊、电钻啊、锯子啊，就说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拿上来，用什么材料你们自己去决定。然后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增值的服务呢，比如说这种大数据的服务，然后市场分析的服务，就相当于是你盖房子的另外一些，我可能给你选好了一些木料啊、好的砖啊或者什么的提供给你，你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然后最上层的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开发者，然后呢，他们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些工具呢，按照自己的蓝图、自己的想法去建立他们的一些应用。这就是大概我比较喜欢用这种盖房子的这种理论这样概念去来解释我们公司现在在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听到这位先生说的，就是很好理解啊，就是以盖房子的形式，说他们已经提供了一个地基吧，应该算是，然后还有很多盖房子的工具，然后我们的开发者呢，也就是我们可以再利用这个平台，然后去开发一些就是自己想去开发的东西，因为之前也都是去中心化的，可能就是想要开发的人呢找不到这么一个平台去进行自己的创作的，所以这位先生的公司呢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给大家，就是说如果你有技术的话，这边工具都给你提供好了，也有一个平台，你就可以施展你的技术了。好的，那谢谢啊，这位先生是做什么的呢？对，是我们因为是Plug基本链的那个基本链的一些就是权威人士。好的。如果有一些关于 Plug 的问题的话，更深入的话，他可以跟你进行一个解释。好的。所以这是做编程之类的吗？对，技术开发出身。技术开发。提供的是一个协议方面的制定，对吗？对，就像一个通往的一个服务最底层的一个区块链的协议，因为现在我们谈到这种区块链应用嘛，你一定要有一套自己的区块链的协议在。这一套系统我们没有参照任何现有的公网技术，我们是从零做起，然后一步一步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在未来的大概3个月之内，我们的公网就会发布。我们现在已经请了就是中国也比较知名，中国我们有可能现在还不能透露了一家就是非常厉害的网络安全公司。对，然后帮我们做这种安全的这种审计，然后过了他们审计，然后美国我们还有一家独立的第三方的一个审计公司在做 Plug 的技术审计。当这些技术完成，我们全部准备好过以后，我们会在大概3季度的时候，我们宣布我们的公网会开放给大家进行用。那这个项目会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一个怎样的安全保障和项目的一个特色呢？因为众所周知的是，就是说，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为什么就是说 blockchain 这种技术能给现有的商家也好，或者是用户也好，带来一种什么样的便利呢？就是它解决了一个信任问题。如果我们说，上一代技术革命互联网，在我看来，它解决的是距离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我在新西兰10几年，我17年前刚到的时候，想给我妈妈打一个电话，我会考虑到哇好贵哦，这电话对国际长途好贵，我可能每个月打一次或者1个月打2次。而现在呢，随着网络科技的发达，我随时拿出微信来可以打给我妈妈不要钱。这是我理解的，就是上一代技术革命解决了这个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问题。而在我看来呢，下一代技术革命解决需要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需要解决就是信任机制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个我们说区块链技术啊是一个天然的可以解决这是不可争辩的，这已经是经过了大量的技术验证了，它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开发我具体到生活中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者是对于创业者来说的好处是什么呢？我比较喜欢用另外一个例子，就像 Uber 一样这种概念。一个很切身的例子就是上次去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我打 Uber， 然后我打了$70多，然后我就跟司机聊天，我说那大概 Uber 能分多少钱给你呢？很惊人，只分了17块钱给我。他得到的佣金是17美金。70多利润的情况下，他才得到17美元。对，这个是否真实我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跟他交谈当中得出来的一个信息所在。然后呢，大家回想一下 ，Uber 刚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所认识，比如说滴滴这种刚出来的时候，他们呢全部都是给补贴，以这种方式发展壮大起来，吸引了好多人，司机也好，用户也好来用他们。但是当你会发现这种中心化的应用 ，Uber 发展起来过以后，它就反而占了一种主导地位了。它不仅停止了发补贴，然后我说了什么算，就是说我说分你10%你就得接受，你可以不接受，那你就走开。然后，对，它就开始这种中心化的应用就开始逐步的控制市场了。你消费者也好，或者是这种创业的就是司机也好，打工者也好，他只能被迫的去接受这个事实，他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想一下，我们如果做了一个去中心化的 Uber 出来的话是怎么情况呢？那我们的司机跟客人他们是点对点的自己，没有一个中介的一个形式存在在里面。到了中间的一个中间商的一个程序，就是说自己也可以挣得更多了，是吧？对，你可以这样说嘛，从司机的角度，他可以获得他应有的劳动所得。然后从用户的角度呢，可能以前中心化的，它的所有的数据啊、电话号码、姓名啊，全部被 Uber 掌控了。我们如果 Uber 有一些不良的员工，他贩卖信息或者之类的话，很容易就把自己的信息不安全的事情。如果是区块链技术的话呢，是每个人是真正拥有自己的信息，个人信息的一个安全的保障，对，到了最大化的。对，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解释区块链比如说就我们以 Uber 为例的话，会给两端带来的好处，一个是它可以拿到自己更多的这个劳动所得，一个呢从用户方面呢，它又保护了他自己的一个本身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个人信息。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先生对于那个区块链的应用是抱着比较积极的态度的。那我们想采访一下您就是您对以后未来这个区块链的发展有什么看法吗？我是这样想，我们还是通俗易懂的来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用云服务来举例子。如果你现在是一家公司，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说我没有用云服务然后别人会觉得难道你还自己架了一个服务器不成？对，然后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公司和我个人看来，在未来的3年到5年，如果你跟别人在交谈的时候你的业务还没有上链然后别人觉得就像今天你没用云一样这种感觉。对，一个是被淘汰了。对，一个是被时代淘汰，第二个呢，你可能没有人敢跟你做生意了。没有安全性，没有信用。对。然后区块链呢，我们说解决的就是信任的问题，不可篡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3、5年大家必须从企业也好，从个人市场也好，它是一个大趋势所在。现在市场呢，可能还处在这种相对于技术爆发初期的一种浮夸的状态，但是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时候，这种尘埃一定会慢慢落定，然后剩下来的都是实实在在做事情的公司，然后这些公司呢会把更多的利益反馈给市场，反馈给用户，反馈给这些需要区块链技术这些企业。这是我们对未来的一个看法。好的，听到了好的解释之后，我感觉像在中国这样一片大陆上面的一个铺展的一片美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别的公司吧。